前的你还记得这场比赛吗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，一件震惊国际泳联的大事即将发生。只见两个面容清秀的中国小姑娘登上了国际的舞台，这是她们的第一次搭档。在此之前，世人皆知她们是单跳领域的王者，却不知全红婵和陈芋汐合体后的威力究竟有多恐怖。但从这天开始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，一个令外国跳水队闻风丧胆的组合就此诞生。他们将彻底改变跳水界的规则，让激烈的比赛变成了他们俩的个人秀，从此独步天下，傲视群雄。2022年7月1日，坐标布达佩斯多瑙河体育馆，这场国际泳联世锦赛女子双人10米台的决赛真的死举行，全世界观众的焦点都汇集在这场特殊的比赛上，只因为中国梦之队此次亮出了大杀器，广东之光全红婵和上海之光陈芋汐将组成王炸组合参战。众所周知，这两个小姑娘在单人项目上已经威名远扬，是单人领域的绝对王者。不过这场双人比赛却和单人的比赛有所不同，双人比赛更重要的是两位选手之间的默契配合，而全红婵和陈芋汐在这场比赛之前仅在一起训练了2个月，这也让众多外国跳水队产生了一丝幻想，他们在想全红婵和陈芋汐1+1会不会小于2？别着急，接下来王炸组合告诉你们答案，让你们感受一下真正的绝望。接下来大家搬好小板凳，准备好瓜子、花生饮料，我们一起进入这场跳水盛宴。首先迎面走来的是马来西亚的组合，让我们看看他们的开场。马来西亚组合迅速进入了比赛的状态，两个人的从度不错，最后是得分52.8分，看来还是非常具有默契的。不过这开场效果和美国队比还是差了点。随后是大家熟悉的日本选手，跳之前做了准备运动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不过可惜了，只有48.6分。下面是德国选手的第一跳。可以看出来，两位德国选手的技术还是很粗糙的，无论是同步性和入水效果都掌控的不是很好，最后只得到了47.4分。接下来是美国队的第一跳，让我们期待一下。美国队看来有点小失误，难度系数2.0的动作不是特别好，他们这一跳只得到了43.2分。我们来看王炸组合在国际舞台的首跳。王炸组合出道就是巅峰，一袭蓝衣的两人化身美人鱼，跳下去的那一刻仿佛和水融为了一体。更让人惊奇的是两个小姑娘的默契程度，你能想象这个同步性是训练2个月的成果吗？王炸组合的第一跳就以55.2的高分占据了第一个位置，进入第2轮。马来西亚选手的第2跳，哎呦不错，两位马来西亚选手的基本功还是不错的，这一跳再拿52.8分，看来很有可能获胜。日本选手的第2跳，最后得到了47.4分。日本队看来还要调整好状态，期待你们下一跳。德国选手的第2跳，德国队左边的选手再次出现了失误，直接影响到了组合的得分，最后只得到了43.8分。由此可见，双人跳水有一个好处，对好队友的重要性不仅要做到实力相当，更是做到足够的幸运，不然其中一名发挥不好，下场指不定就得吵架。我看美国队的第2跳，美国队慢慢的暴露了自己的属性，这一跳水花鱼有自己的想法了，最后得到了43.8分。中国队王炸组合的第2跳，掌声在哪里？王炸组合的这一跳再次上演魔术般的表演，简单的动作到他们这里就变得如此具有美感。轻轻加松松总再拿56.4分，因为前2轮是规定动作，在难度系数受限的情况下，王炸组合并没有机会拉开分差。而进入到第3轮，当难度系数放开后，王炸组合的威力到底有多恐怖呢？我们跑步进入第3轮的对决，马来西亚选手的第3跳选择107，难度系数3.0，果不其然，这才刚上强度，之前表现优异的马来西亚组合就出现了失误，最后得到了70.2分。日本选手的第3跳选择405，低难度系数2.8，日本可能会迟到，但勇敢不会缺席，裁判只给了62.16分。德国选手的第3跳选择407，低难度系数3.2，我的天啊，德国队也出现了失误，只拿到65.28分，希望再接再厉。我们看美国队的第3跳选择107，低难度系数3.0，还算不错，最后得到了68.4分。我们看王炸组合的第3跳选择107，低难度系数3.0。王炸组合的出现让刚刚激荡的水面终于平静了下来。
平平无奇的拿到了79.2分。第3轮，中国队已经不动声色的领先了第2名2位数之多。然而这些还只是开胃菜，接下来关键的第4轮，王炸组合必然会再次提高强度。外国跳水队还有几位可以顶住我们的攻势，我们拭目以待。马来西亚选手的第4跳选择407，C 难度系数3.2。入水后的马来西亚选手水花控制的不太好，只得到了57.6分。日本选手的第4跳选择5253，低难度系数3.2。日本选手的这一跳还算差强人意，最后得到了74.88分。德国选手的第4跳选择107，低难度系数3.1。德国的2名选手心态绝对是爆炸，排山倒海式的入水再得57.6分。美国队的第4跳选择407， C 难度系数3.2。美国队的这一跳也找回了一点状态，最后得到了73.92分。王炸组合的第4跳选择407， C 难度系数3.2。好的，就问你厉不厉害？王炸组合的这一跳双双上演水花消失术，无论是空中动作还是入水都不可思议的一把现场的外国队都看呆了。2个人的水花竟然比他们1个人的水花还要小，确实漂亮。在得到了88.32分后，比赛彻底失去了悬念。不过现场的观众反而来了精神，因为他们挖到了一对宝藏组合。他们好奇王炸组合的最后一跳还会带来怎样惊人的表演。让我们擦亮双眼，马上来看王炸组合的最后一跳。马来西亚选手的最后一跳选择5253，以难度系数3.2。再次出现失误，只得到了65.28分。本选手的最后一跳选择107，低难度系数3.0。还算可以，水花不是很碎，最后得到了64.8分。德国选手的最后一跳选择5253，低难度系数3.2，最后得到了70.08分。来看美国队的最后一跳选择5253，低难度系数3.2。同样得到了70.08分。大家请注意，接下来就是本场比赛最激动人心的时刻，来自中国梦之队王炸组合的最后一跳，选择5253，低难度系数3.2，前方高能，大家屏住呼吸，千万不要眨眼。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！王炸组合今天用无与伦比的表演征服了现场每一个人。此时此刻，金牌都黯然失色，因为全红婵和陈芋汐把这项运动带到了另外一个境界，把跳水变成了艺术。最后裁判也毫不犹豫地打出了89.28分，2位王者加冕，全体起立，让我们骄傲地为王炸组合鼓掌点赞。希望2个小姑娘在未来可以携手并进，一起为中国队增光添彩。美国选手福泽尔首跳就用高难度一跳，几经四座后，现场的美国教练团看起来非常激动，因为他们觉得这一次美国选手的状态这么好，一定有机会在中国队的手中抢走一块银牌。正当他们还沉浸在美好的幻想中时，谁料下一秒中国选手却直接摊牌，连续用教科书式的表演让他们目瞪口呆，用实力告诉他们中国队选手的实力也是很强的。这是2023年成都大运会女子3米板决赛现场，此次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欧阳玉和杨瑞琳。在预赛以第1和第2名的成绩杀进了决赛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场比赛的竞争也会很激烈。可这次美国队却不甘于此，他们这次派出的选手福泽尔同样在预赛表现得十分亮眼，以第3名进入了决赛，这也让美国队再次自信了起来。看来美国队这次是势必要拿到金牌了吗？让我们进入比赛一探究竟。首先登场的是来自巴西的选手，巴西选手的这一跳中规中矩，最后得到了60.00分。下面是日本选手的第1跳，日本选手的第1跳确实是没什么难度，最后只得到了46.8分。韩国选手的第1跳，韩国队的第1跳和日本差不多，后也只得到了52.65分。美国选手福泽尔的第1跳很不错，福泽尔的第1跳便彰显了不错的实力，最后拿到了69.75分，成功冲到了第1名。来看中国队的回应，中国选手欧阳玉的第1跳非常漂亮，面对美国队的强势发挥，欧阳玉冷静地完成了这一跳，得到了70.5分，成功压制了对手。最后是中国选手杨瑞琳的第1跳，一边美国队还没高兴完，
两位中国选手就无解的表现展现了实力。这一跳，杨瑞琳也达到了76.5分，成功抢占了第1名的位置，而欧阳玉和美国选手则紧紧的跟随其后。进入第2轮，巴西选手的第2跳。巴西选手的这一跳明显起跳高度不够，动作还没做完就已经入水了。水面上激荡的浪花也意味着他只能拿到37.5分。日本选手的第2跳，看来日本选手有点失误了，稍微提高了一下难度，这一跳就出现了失误，最后得到了46.5分。韩国选手的第2跳，这一跳的质量比日本队好一点，最后得到了53.2分。美国选手的第2跳，稳定发挥得到了51.00分。中国选手欧阳玉的第2跳，这一跳虽然在入水控制上出现了一点问题，不过凭借出色的空中动作还是拿到了57.00分。我们看中国选手杨瑞琳的第2跳，杨瑞琳的这一跳显然更加出色，最后得到了67.5分。这一轮杨瑞琳一马平川排在第1，而欧阳玉领先美国选手排名第2。来到第3轮，巴西选手的第3跳，最后得到了54.00分。日本选手的第3跳，这一跳再次拿到了45.00分，准备要加把劲了。韩国选手的第3跳也出现了失误，最后只拿到了40.5分。美国选手的第3跳，最后得到了63.00分。中国选手欧阳玉的第3跳，确实有点吓人啊。这一跳，欧阳玉即使在走板时出现了失误，但是凭借超强的控制力在空中挽救了回来，并且拿到了66.65分。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，是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，造就了中国选手超强的肌肉记忆。没有谁是天生的王者。我们来看中国选手杨瑞琳的第3跳，最后得到了69.00分。此时的比赛仿佛和杨瑞琳已经没有了关系，他以213.00的总分稳居第1，可谓是高处不胜寒。不过位于第2的欧阳玉却依然被美国选手紧追不舍，仅仅领先着11分。来到关键的第4轮，美国队会做出疯狂的反扑吗？我们拭目以待。巴西选手的第4跳选择107 C 难度系数 2.8。其实越到后面越是考验选手的心理素质。巴西选手的这一跳其实难度并不高，但却出现了致命的失误，最后只得到了40.6分。日本选手的第4跳选择205 B 难度系数 3.0。日本选手突然灵光乍现，这一跳不错的拿到了54.00分。韩国选手的第4跳选择205 C 难度系数 2.8。我的天呀，韩国队选手出现了失误，这一跳整个身体几乎平拍在了水面上，最终只能拿到23.8分。接下来是美国队关键的一跳，选择205 B 难度系数 3.0。美国选手的这一跳顶住了压力，最后得到了63.00分。来看中国队，欧阳玉的第4跳选择305 B 难度系数 3.0， 水花很干净，漂亮漂亮。关键时刻，欧阳玉展现大心脏，把美国队的气势给压了下去。这一跳得到了69.00分。中国选手杨瑞琳的第4跳选择107及难度系数 3.1， 漂亮。杨瑞琳简直是降维打击，这一跳从走板到入水挑不出一点毛病，毫无疑问的拿到了79.05的全场最高分。杨瑞琳用这一跳体现中国队与外国队巨大的实力差距。此刻美国队已然接受了现实，只想静静的观看两位中国选手秀操作。大家都非常期待中国队还会带来怎样极致的表演，让我们抓紧进入最后一轮的对决。巴西选手的最后一跳选择5152 B 难度系数 3.0， 最后得到了52.5分。日本选手的最后一跳选择405 B 难度系数 3.0， 最后得到了51.5分。韩国选手的最后一跳选择5152 B 难度系数 3.0， 看来韩国选手表现不尽人意，这一跳最后只得到了36.00分。美国选手的最后一跳选择5154 B 难度系数 3.4，高难度一跳最后得到了69.7分。
美国选手的这一跳选择了全场最大的难度，足以说明这位选手有强大的自信和实力。如果没有中国队的话，那他一定就是冠军。我们来看中国选手欧阳玉的最后一跳，选择515 2B， 难度系数 3.0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欧阳玉的这一跳引起了全场的欢呼，整套动作行云流水，看得人赏心悦目。最后以69.00分成功为中国队锁定1枚银牌。接下来就是本场比赛最激动人心的时刻，来自本场比赛 MVP 杨瑞琳的最后一跳，选择515 2B， 难度系数 3.0， 让我们屏住呼吸，一起来看杨瑞琳秀操作。问你厉不厉害？两位中国选手的最后一跳满足了所有人的心愿，艺术般的空中转体动作和魔法般丝滑的入水，真的让人叹为观止。中国选手总能把比赛上升到艺术的高度。最终杨瑞琳以72.00分的最后一跳，成功为中国队再添加1枚金牌，太优秀了！让我们一起为中国选手鼓掌点赞，你们是全世界最棒的！